Hello，大家好，每天读经5分钟。今天我们再来继续六祖坛经的进度哈，读一小段六祖坛经。上一期我们已经读到了这里哈，五祖弘忍呢要六祖慧能赶紧逃跑哈，恐怕有人要抢他的衣钵。那抢他的衣钵的话呢，对他来说就会有生命危险。那六祖慧能就问五祖弘忍说：“那我要往什么地方去呢？”这时候呢，五祖告诉他：逢怀则止，遇会则藏，就给他一个锦囊妙计。于是呢，半夜三更呢，我们知道传法是半夜三更完成的嘛。然后呢，三更受法，人尽不知嘛。五祖跟六祖慧能就是约定半夜三更的时候传法。那传法完毕，六祖慧能拿到衣钵。六祖慧能告诉五祖弘忍说呢，说他本来是南方人嘛，对于本地的山路呢并不熟悉，要如何呢才能够下山到达这个渡江的渡江口岸呢？五祖弘忍就告诉六祖慧能说：“你不用担心呢，我亲自送你下山哈。”五祖呢就亲自呢送慧能下山，到了山下呢，送他到这个渡江口哈，就是这个九江驿哈。到了渡江口的时候呢，五祖呢叫慧能上船，然后五祖亲自划船呢，要渡慧能过江哈，因为过江之后才能够往南方去。这时候呢，五祖呢送了慧能下山之后呢，又送慧能上船，然后五祖亲自呢开始划船了哈，拿着这个划船的这个船桨开始在划这个渡船。那这时候呢，六祖慧能就告诉五祖弘忍说呢：“和尚老师呢，请您坐下哈，应该是弟子呢来划船哈，让弟子来出这个力哈。”那五祖这时候呢，就跟慧能开了一个玩笑哈，他说呢：“本来就应该是我渡你呀。”他这个就是意思是说，今天你能够得到这个衣钵传承，得到心法传承，本来呢就是我度化你啊，本来就是我给你印证嘛，本来就是我将第5代祖师代代相传这个祖师的心法和衣钵传承给你啊，所以呢我来度你是应该的啊。那另外一层意思就是说，你不认识路嘛，那我送你下山，我送你过河，本来就是我渡你啊，本来就是我送你啊，这是应该的啊。所以五祖就跟六祖慧能开了一个玩笑哈，就这样说一个双关语。然后这时候呢，六祖慧能呢，他也听得懂五祖弘忍的这个双关语的含义，所以说呢，六祖慧能针对这个五祖在心法上度化他的这个部分呢，就回答五祖弘忍说呢，六祖慧能就跟他说呢：“迷时失度，悟了自度。”意思就是说呢，当六祖慧能呢还没有完全把握这个菩提自性心性的这个大意的时候呢，要透过老师的引导，才能够呢弄清楚自己的本性，了解自己本来面目呢。透过老师的引导呢，才能够帮助我们呢掌握自己菩提自性，掌握自己内在智慧。所以说迷时失度，在六祖坛经里有提到，人没有分钝贱，没有分聪明不聪明，只有迷悟2种。当你能够领悟到自己菩提自性的存在的时候，就是悟。当我们还被身心表象迷惑的时候呢，被这些无明障碍的时候呢，不能够发现自己内在本来面目的时候呢，我们就是迷。就像后面呢也会提到一个慧明将军去追杀六祖慧能的时候呢，有一个将军先找到六祖慧能，
这个将军呢，在六祖慧能引导之下呢，也悟到了自信了。然后他就很感动，告诉六祖慧能说：“我虽然在黄梅县东禅寺修行了这么久，可是我却从来都不能够发现到自己的菩提自信本来面目。”所以他很感动，就告诉六祖慧能说：“从今以后你就是我的老师。”那六祖慧能就跟他说：“没关系，我们一起都是五祖弘忍的徒弟，我们平起平坐。”就是六祖慧能很客气呢，这个慧明将军要当他的徒弟，他就说：“没关系，我们两个都当作是五祖弘忍的弟子，我们平辈相称就可以了。”所以说迷时师度，包含慧明将军透过慧能的引导，他悟了自己的本性。那包含呢，六祖慧能透过《金刚经》的引导，悟了自己的本性，再经过五祖弘忍的一番印证、一番引导，一番，你知道他们在模仿里面有说嘛，米早就熟了，但还是要经过老师的指点，还要经过这个过滤的过程。所以迷的时候，就是表示说迷跟悟嘛，迷悟。迷的时候要透过老师的引导来领悟菩提自信。悟了之后呢，已经对菩提自信有所掌握了，这个时候呢，就可以自用智慧了，自信自度了。就是呢，迷的时候呢，我们透过外在的这个五祖弘忍，透过《金刚经》透过经典原文，或是透过一些善知识来当我们的老师，来度我们自己。可是悟本性之后呢，悟本性之后就是天人师佛了。视至本心，见至本性，即名丈夫天人师佛。悟本性之后呢，就可以自信自度。自信自度的意思就是说呢，用自己的菩提自信、般若智慧来当做自己的老师，来度自己了。就像我们前面比喻成一个AI 的智慧型的导航系统一样，它就是我们内在每个人本自具足都拥有的菩提自信。所以六祖坛经开头也说了，菩提自信本来清净，这每个人都有，本自清净，本自具足，能生万法。就用这个，但用此心即直了成佛，就用这个菩提自信来当我们的老师，当我们的导航，他就能够带我们完成在人世间的使命，然后呢，成就佛道。所以说，迷时师度，我们还没有办法自用智慧，没有办法使用菩提自信的时候，靠着老师善知识和经典文字，《金刚经》、《圆觉经》、《六祖坛经》等等很多的经典，甚至不一定是佛经靠着这些文字善知识来当老师，引导我们呢。最主要目的是要跟自己菩提自信连接上，找到自己的菩提自信，这才是所有经典最终的目的我们不是一辈子要靠这些外在的老师善知识来当我们老师的。是在我们迷的时候呢，这些老师本身是能够跟自己菩提自信链接的，他才有资格做老师。然后呢，透过老师的引导呢，我们跟自己的菩提自信连接上，找到自己自信智慧之后呢，悟了就是变成悟了，从迷的状态变成悟的状态，悟的状态你就要能够自用智慧了。用自信智慧来度自己，这个时候就不用再依赖外在的老师了六祖坛经后面也有提到啊，如果有人说，或是有人自己执着说，一定要依赖外在的善知识和文字来度自己的话，无有是处就没有这样的事情。因为包含佛陀释迦牟尼佛他也说过啊，那个我说法如发喻者，就是说我呢，包含释迦牟尼佛和包含佛陀说的万法，就是要在迷的时候呢，引导众生悟到自己本性的。那你悟了之后呢，就相当于上岸了。上岸了之后呢，这些文字、这些老师的引导，就像渡发一样，就可以留在岸边了。因为你已经跟自信智慧连接上，你就用自信智慧来度自己就可以了所以迷时师度，悟了自度。就像小孩子还没长大的时候呢，要靠父母来养育照顾他。他长大之后呢，他就可以独立，就可以有能力照顾自己了，是这样的意思所以说，所有的老师、所有的文字都是像渡法一样，它只是一个暂时的过程，在你迷的时候呢，要引迷入悟而已。所以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就是老师的角色只是引迷入悟而已。你悟本性之后呢，自信智慧就是你的老师了。
天人师佛是在自己的心中，自己的自信智慧就是自己真正永恒的老师。那迷失的时候呢，外在的老师、外在的经典文字帮助你把自信智慧找回来而已，真正的老师还是在于自己的心中。所以有人说自信佛，自信佛，就自信智慧才是真正的老师，而外在的老师只是当你迷失方向的时候呢，帮你找回你自信智慧而已。当你找回自信智慧之后呢，用自信智慧来引导自己。所以说迷的时候老师来度我们，悟了之后用自信智慧来度自己。这两个情况下虽然都是度，都是教，名称好像一样，但是用处不同。一个是外在的老师，外在的文字来教导我们，一个是我们自己观照，反观自照。道德经也说啊，致虚极，守静笃，就是反观自照，用自己的自信智慧来教自己。就像《金刚经》也说了，如来善护念诸菩萨，如来善护主诸菩萨。这个如来就是譬喻自信智慧，用自信智慧来守护我们的起心动念，用自信智慧来教导我们的方向和行动。所以说自信智慧才是真正的老师，不管是道德经、金刚经，还是所有佛陀的经典里面，它传递的就是这个概念。老师，外在的老师文字引迷入悟，悟了之后呢，自己度自己，自己教自己。凭什么呢？凭自己每个人本自清净，本自具足，能生万法，本无动摇的这一个自信智慧来度自己。那我们今天先读到这边，现在明天的进度我们就明天继续再聊。那我们今天就读到这边了，拜拜。